Hello， 嘿嘿，教练好，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天真姐姐，你今天可真快。Hello， 我们秦姐姐，我们杨慧萍姐姐，中午好。我们潇潇，我们的茶香，还有我们的雪儿，我们的云卷云舒。哎呀，我们家的好朋友，你们都这么大，这么快就来啦！老师，我有中耳炎下水，耳朵痛怎么办？戴耳塞，还得戴一个比较好的耳塞，再把泳帽放到耳塞外面。我们家的姐姐和哥哥们，大家中午好！我看长雅姐姐，我们家学都在给我打招呼，谢谢我们杨慧萍。我们家的一直支持文文的每位好朋友，真的谢谢我们家的姐姐们哦！从你们认识我，你们就一直陪着我，一直给我加油。我们西辉同学中午好，直播间所有第一时间冲来的家人们，大家中午好。我们潇潇同学问，昨天耽误了教练的直播，今天想讲什么呀？咱们今天看大家的需求吧。我今天想，如果大家想学踩水，我可以讲踩水；如果大家想学蝶泳，可以讲蝶；想学仰泳，咱可以讲仰；想学自由泳，咱可以讲自。当然，想学蛙泳，咱们还是可以讲蛙。蛙泳其实是咱们直播间讲的最多的，因为毕竟还是初学者多嘛。所以今天看看大家，就是大家如果今天想学哪个蝶泳蛙自哪个多的呢，我们就看哪个。就是讲哪个，我看天姐说跟着我越游越好。天姐姐，你现在的水平都能考教练证了，我估计有的教练还没你游的好呢。天姐姐，今年我们馆来应聘的教练，天姐有那个刚拿了证的，让下游一个马自由泳，还这呢。我们直播间所有来的好朋友，你们想学什么？你们给我说，我可以这个按大家的需求讲。如果大家想学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想学哪个，你们告诉我，咱们就蝶泳蛙自。想学哪个，咱就打到公屏。我看为你生活添色彩的宝贝说，看我的视频都会了，你怎么这么棒？我看牛哥说是这个想学这个零基础的，不会游怎么能学好？咱们这样啊，所有的朋友们，就是你们现在最想学什么，哪方面不行，你们可以扣在公屏，给教练看看大家哪方面薄弱，哪方面不行，我可以按着这个大家的需求讲。我戴上帽子，咱们就开始上课了。正好这会儿统计一下大家哪方面薄弱，大家都想学哪个，好吗？然后有同学说零基础，有同学问哪个好学。一般来说，初学只要是超过5岁的孩子，咱们都是从蛙泳开始。小于4岁的孩子，就是4岁、5岁这个区间可以任选。然后就是小于4岁的孩子，一般是从仰泳和自由泳开始，因为他根本学不会蛙泳，所以就要看年纪。要是超过5岁的，他学蛙泳要快于学其他泳姿，肯定是先学一个他相对好掌握的。然后我们直播间，我看到小小白夸我啦。我们直播间今天所有来的姐哥啊，我刚才看有的同学说换气不行，有的人说能不能教练先教教我踩水。咱这样啊，所有的好朋友，如果你们都知道自己哪里不行，也知道很详细的，比方说游得慢呢，咱扣慢；咱们如果换不了气，咱扣呼吸。如果你们说李教练，你能不能课前教我一下踩水，教我一下自救？咱们也可以把踩水2个字打到公屏，因为李教练如果教你们踩水的话啊，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就注意3个点。这3个点只要注意了，就是你们就算蝶泳蛙自都不会，你们也能跟着我学会踩水。就是出现任何意外的情况，你能很好的自救，很好的保护自己啊。所以我们这会儿来的家人们，你们想学蝶泳蛙自，咱扣在公屏。如果想课前，咱们先讲一下踩水，你们也可以把踩水2个字打到公屏，我看一下。咱们就是满足大部分人的这个需求，咱们来开课。谢谢叉小姐姐。对，初学者不会游的，只要点这里关注李教练，就能在李教练直播间学会。啊，今天来的好朋友，你说我不会游，想学什么？你只要点这里关注，咱今天直播间就能跟着学好。啊，踩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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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家姐姐想学，咱这样，所有姐姐哥哥，我就按你们刚才打的这些需求讲吧。你们刚才说
想自救、想踩水、想提速，呼吸不行，手脚配合乱套。有的姐姐哥说不会打腿，有的姐姐哥说身体的这个转动控制不好，也不能什么高肘，也不会什么转肩，也不会转体，换气也转不上来，手脚一配合就乱套。那今天大家打的这些问题，咱们一个一个攻克，行吗？如果大家已经做好上课准备的家人们，咱们扣俩字上课，开始今天的课程。准备好了吗？我看大家来了都在给我点亮灯牌，谢谢大家啊！只要大家点亮灯牌，我们就可以进教练的粉丝群。进了群，你们可以把游泳的样子拍下来发给李教练，李教练可以给你们免费指导。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如果准备好上课，我们扣上课俩字，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了。看看大家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咱们就上课啦。准备好了吗？我看刚哥说想学学踩水，好多姐姐说想学学踩水，想学学自救。有的宝贝说下午3点可以去游泳馆吗？可以啊。我们所有的家人们，这会儿有声音吗？怎么有宝贝说李教练没有声音啦？准备好了吗？如果准备好了，我们扣上课2个字，开始今天的课程。半支烟，要不然怎么让你记住我？所有的姐姐哥哥们有声音吗？程姐姐说有，那就行。上课啦，上课啦，准备好了吗？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你们看一下李教练的示范啊。因为今天只要你们按我说的这个方式能做到，然后按我教的这个方法能学会，咱们以后上水里就能很好的自我保护自己。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的示范，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先看一下李教练的示范。你们说准备好了，来吧！所有的朋友们，你们看李教练掐这个腰啊，掐着腰。你看，哎，李教练怎么不沉？怎么不沉？把你直接拽下去。我们应该是看李教练收腿，脚腕放松，大脚腿折叠，蹬的时候翻脚蹬，能懂吗？这里能不能跟上趟？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你们这会儿能不能跟上？能不能听懂这个细节？游泳游得不好，肯定是你的小细节，你没有听说或没有把控。只要你把每个小细节你都知道应该正确的怎么做，你做的时候尝试往正确做，你都能没问题。能跟上听懂了是吧？咱所有来的家人们，你们点完这里关注，不要忘了去领教练送的100的红包啊！也谢谢今天送出礼物的朋友们。你们只要点亮教练直播间的灯牌，就可以申请进我的粉丝团。你们进入粉丝团，有任何问题在粉丝群里问我，教练免费给你们指导。包括你们拍下来的视频发到群里，李教练只要看到，免费给大家指导，好吗？那这会儿大家说能跟上能懂，但是有几个小姐姐又抠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有的多吗？就是说李教练，我没法像你踩水这么稳定，在这一个点。你们先看李教练掐这个腰。你看，我是在原地从容踩水，我不沉。刚才我看有个小姐姐说我会往后倒，咱们直播间如果大家其他的姐姐哥哥你们也有往后倒的，你们就扣后；如果有往前倒的，咱扣前。我看看，如果只有往后倒的，我就讲一下往后倒应该怎么注意能改善往后倒。如果也有往前的，我就一块说一下。因为刚才我看有小姐姐说什么呢？教练，我没法在原地，我容易往后倒。因为有一部分同学在收腿的时候发力错了，他很容易踩水的时候会变成我现在这样。你们看一下，你们如果有这种情况，你们一定扣个有啊！大家看教练，就是没法在原地，是边踩好像，哎，教练，教练，有一部分同学稳不住，感觉踩水的时候会往后倒或往前倒。我刚才看我们家姐说，对，就是这样往后倒，是不是啊？就是咱们所有的姐哥，如果是往下沉的、会呛水的、游得慢的，咱们直播间点娃子都讲，你们先点这里关注教练就行。这会儿我看还有打哈哈的被说中的。所有的家人们啊，如果大家有这种往后倒的，一般来说是你收腿时小腿收的力量不够。你们肯定有点蒙圈，咱们从侧面你们看的时候，在家里可以试一下。我们人李教练如果头不动，你们看我啊，我如果不动，你们看教练是怎么样的？你们看我我不动，我是往下正下方沉。
那我不沉，我是靠的啥？你看，我是靠我的腿蹬了一下产生向上力，又蹬一下产生向上力，又蹬一下，我是不断的产生了向上的力量，拖着我的下沉的劲儿。也就是说，咱们不想沉，我们需要向下踩水、向下蹬的劲儿产生向上的力。这里大家应该是能跟上、能懂的，对吧？能不能跟上？我们家所有姐姐哥哥，我们需要的是通过朝下蹬，换取向上的升力，让我们不沉。为什么我们会有人向后或向前跑？是因为水里阻力大，如果收腿小腿不够发力，你们看李教练收大腿会变成什么样？我看有的姐姐哥哥说可以跟得上，很棒啊！如果大家能跟得上，给教练一个回应。你们也看一下李教练，如果我大腿用力多，小腿没怎么用力的话，你看我的腿会不会被拽成这个状态？小腿不使劲儿，那我一收大腿，肯定我的腿会变成这个状态。那我在水里阻力大的情况下，我想往正下方踩水换来向上的升力的时候，那水里阻力大，那我往下踩的劲会不会变成这样的力量？大家自己在家里你试试，你在空气中你的腿如果收成这样，你就不太好往正下踩，容易变成斜前下方踩。我们除非小腿和大腿是一起收成这样，你想往正下方踩，它才好容易踩。所以当我们收腿的时候，所有的朋友们看李教练，我收成大腿主动，而小腿力量不够时，那我再想往下踩，很容易这个劲儿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力量。那我的踩水变成这样的力量，那我的人是不是就往这个地方走？这会儿所有的朋友们能不能懂？如果这会儿咱们所有来的家人们，你们能懂能跟上，咱们扣个6，走你！等会儿来人，兔哥哥你真棒！所有的朋友们能不能懂？收腿，如果你光动小腿，你大腿没动，那你的劲儿就会是这样，那你的人就会往这里走。如果你收腿的时候，你大腿收腿力量大，小腿没怎么收，那你踩的时候是这个劲儿，那你就会往这里走，所以你就会感觉你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你就踩的不好，能懂了吗？有同学说66666跟上了，李教练讲的课我很容易就听懂了。那我们讲第二个细节了啊，所有来的朋友们踩水就注意3个点就能不沉，就能轻松和李教练刚才说的似的，掐着腰，手不动。你都能不沉底。第一个点是刚才咱们说的大小腿的折叠，对不对？收腿脚腕的放松，小腿要发力。来晚的朋友们，咱点上关注，跟着学。一会儿我复习一下重点。我们第2步需要注意的重点，所有的好朋友是收好腿，你在蹬之前要把脚翻好，要让脚趾头冲外。让我们的脚掌内侧与小腿内侧对水，我们往2侧下方蹬出。这里大家记一个角度，80这个数值，我们所有在的朋友们，你们先扣在公屏。所有在的家人们，咱们记80扣在公屏。刚才有一个好朋友说，我一看就会，我一下水就沉底儿。今天咱们所有来的朋友们，你们关注李教练。你们给李教练10分钟，我把这个踩水教好你们，我让你们以后下水试的时候不沉底儿。我也告诉你们，你们下水试为什么沉底儿，你错在哪了？你把你那个错一改，以后就不沉了啊！咱们所有的家人们，咱们今天关注李教练都能学好，都能没问题啊！我们所有的家人们，你们记重点，我每说的一个重点，咱打到公屏。像这个80，每位好朋友咱跟上，因为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啊，有的时候你到了水里，哎，李教练说的啥嘞？我忘了，忘了，你不喝水谁喝？所以咱不能忘啊！所有的朋友把80记住，是指的大腿的内侧角度在蹬出后大概是80度的夹角，直角是90度，所以我们蹬出的角度大概是这么大。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你们看李教练，脚掌内侧、小腿内侧翻好对水蹬，2侧大概80度的夹角，不用多使劲儿的话，李教练只要做出来，你看我也能轻松从容的不沉。那
这里为什么大家踩水老沉？你蹬的角度不够，你这个对水面踩的向上的力不够。那所有的朋友们，你们看教练蹬的小的话，那我也沉。你们，哎呦哎呦呦呦呦！我蹬的小也沉，但是这里有一个误区，有一个大家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大家以为蹬的大就不沉了。我们所有来的朋友们，你们自己想想，你们有没有个问题，就是你的蛙泳腿蹬出去不好练，你的蛙泳手划出去不好抱水，你在水里那个腿啪嚓出去了以后，你原来有没有感受它往里夹很难做？起码不是能很快夹回来的，或者是根本就夹不回来。大家如果有同感的好朋友，你们扣个有。所有来的朋友们，你们自己想想有没有同感？李教练，我那个腿和废腿一样，我蹬出去我并不回来，我那个腿蹬出去我并不回来，我蹬出去我并不回来，有同感是吧？咱们趴着游蛙泳的时候，蹬开以后不好夹，是因为大腿内侧肌群平时没太有劲儿。你平时生活中也很难练到你的腿这样往里夹这些肌肉的发力，所以它没劲儿，就确实不好夹。外加水里的阻力是陆地上的6到800倍，所以你那个腿上没劲儿，你又撇个冷大的叉，它就是不大好夹。刚才说教练我踩水不行，我踩水老沉，我踩水老累。但凡大家在踩水蹬的这个动作中做的蹬的力量大，外加蹬的力量宽于我说的80度，我们的结局就是李教练现在这样，你们看一下，蹬出去不好并，导致还没并拢人就沉了，还没夹回来，还没夹回来就。人之所以不沉，所有的朋友们是通过一下又一下连贯的动作产生向上的力，让我们没沉的。我们要在你看快沉的时候做下一次，你看教练如果下次不做了，那就。所以我们是通过一下又一下不沉。如果你这一个动作没跟上，你会沉，这是1。2，大家仔细观察我的下巴啊，所有的朋友们，你看我的人下巴在水面，其实我的下压力你们看是这么小。最多下到头顶接近于水面，但是你们看，如果我猛蹬一下，我的身体出水，它的下压力就不是这么小了。大家看一下，我屁股蛋儿都摔到地上了。就是身体起来的力量越大，身体的重力被地心引力往下压的劲儿越大，所以我们沉的越快越深。如果蹬的猛又腿蹬的宽，你很难连贯做下一下的时候，你就肯定是蹬一下上来，噗，你又下去了，你就肯定是这个。这会儿大家能不能听得明白这个原理呀？所有的朋友们，这会儿原理上的问题大家能不能听得懂？如果原理咱们能明白能懂，咱们扣一下能。对对对，不会换气的刚来的好朋友，你们先点这里关注李教练啊！一会儿李教练给你们就再复习一下每个重点，咱们就往后讲了。我先把咱们腿上需要注意的3个点讲完啊！新同学来，那刚才说腿上就3个重点，对不对？就注意3个点就能不沉，就能轻松踩水，稳定在水面。那第3个重点我先不给大家讲，因为我需要你们要仔细看一下，咱们别听过去个热闹，下水全忘。所以你们现在仔细观察李教练，李教练刚才说的蹬的80度的角度后，我们第3个重点是并腿。在并腿的这个动作中，决定了大家的下沉，包括大家的稳定。那我们现在仔细看李教练的并腿。所有的朋友们，李教练的并腿，你们仔细看有没有夹紧的动作？我现在有没有做猛蹬与猛夹、猛蹬与并拢的动作？如果你们看出来了有或没有，咱打到公屏。我转一圈，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夹紧？有没有并拢？有没有？
直播间现在所有在的朋友们，你们自己看有还是没有？我看一下你们够不够仔细，看出来了吗？啊，那我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说没有，李教练，我看出来了，没病，没有夹紧，非常对。所有的朋友们，但凡你们夹紧了，但凡你猛蹬猛夹，你和那蛙泳腿一样，你那个腿是这样，咻，那你的踩水肯定是完蛋。踩水，我们的并腿就并到与肩同宽。所有现在来的好朋友，你们现在记一下“与肩同宽”这4个字，我们扣在公屏。你们说李教练，我怎么就是不行？想行，每次并腿并到肩膀的宽度就要做收腿。咱们大家所有宝贝把与肩同宽扣在公屏。你们看一下李教练给你们说，刚才腿上的3个重点分别是什么？咱们从正面、侧面一起看一下。第一个动作叫大小腿的折叠，第二个动作叫翻脚蹬80度角，第3步叫并到与肩同宽。我们从侧面再看一下，大小腿的折叠、翻脚蹬80度角和并到与肩同宽。我把整个动作连在一起做，大家看一下水里这个动作，有没有发现李教练3个动作连在一起，它特别连贯，整个动作感觉是旋转着腿在做，没有什么浪费的动作，也没有停滞的动作，整个腿好像是转起来了，发现了吗？大家再看一下李教练的腿，你看整个动作转起来，没有浪费的时间和动作的卡顿，所以我们能通过一下又一下的连贯动作不沉。为什么大家沉？刚才我说你们只要有了并夹紧腿的意识，腿并拢的意识就完蛋。因为大家从这个角度啊，咱们再看一下李教练，大家看看有没有区别啊？如果你看我的腿收好了，我蹬出去，我使劲夹紧，那大家看我夹紧后，我再并收的时候，是不是你看我腿从刚才这个位置，我要再打开一点缝再收？你看，如果我要是你看夹紧了以后，你看我是不是要重新再打开点缝再收？等于我从这一段并进来又打开出来的这一段，这个时间是不是浪费了？这个动作无效，还增加了一个停滞的时间，浪费的一个时间。所以很多同学说我踩不住水，大家看一下，因为你有这么一块浪费的时间，你并进来又打开，这段时间是浪费的。你看，并进来，你又要打开收腿的时候，你看这段是不是浪费？所以当我们的腿是这样夹紧，你看，又打开，做下一个动作，它有一点点停滞的，有一点点停滞和浪费的动作，人就在那个时间段，因为没有支撑，没有连贯，就掉水里了。能听得懂了吗？这会儿？我们再看一下李教练啊，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你们再看一下刚才说的那几个连贯动作，放到一起，你看，并到与肩同宽收，教的真好，谢谢大家夸奖。这会儿能听懂吗？能跟上，能听懂没问题的咱们扣6。新同学如果刚来有问题，咱们先点这里关注李教练。因为我今天不光想让你们学会快速踩水，我今天还想教会大家换气、手腿配合、提速。刚才咱们说想学的仰泳、自由泳等等这些课程，我今天都要教给你们。但是在教之前，刚才很多同学说头稳定不住，抬起来的时间过短。咱们踩水靠的是腿，手可以不动，人也可以不沉。但是如果大家学会了手上的控水能力，所有的朋友们，你们看教练，你的腿不动，你就算抽筋了，出现任何危险的时候，你的手有了控水能力。你看，抬头做手的外滑与内抱，人也可以不沉。所以这里我们所有在的朋友们，如果腿上没问题，咱扣6。我今天快速教会你们手如何控水，增加蝶昂娃子的抓水能力、抱水能力，包括抬头不想沉的家人们，抽筋了想自救，咱们腿有问题的时候，靠手也能轻松不沉的方法。如果腿没问题，咱扣6，我就教一下大家手上的能力。如果腿有问题，你们一定问教练。
好吗？对，新同学咱一定点控水能力不行。哎，我的蛙泳抬头就沉，教练抱不住水，游得慢。如果控水能力强，大家看教练都不用游蛙泳。抬头，我的手向外滑也好，向内滑也好，你看我想不沉，我一直可以不沉。这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个重点，大家先记好这有个概念叫45压腕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先打到公屏，让脑子里有概念。45压腕儿，打到公屏，咱们记住。刚才有朋友问我是哪里的，我是山东济南人，但是大家不是济南人的，点这里关注我也能在直播间学会。啊，我们在济南有5家游泳馆，我们是连锁的游泳俱乐部。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你们点这里关注李教练，我就把我们平时上课的内容通通免费分享给大家。啊，咱们先记45压腕，我们扣在公屏。然后所有的好朋友，我们的大臂稳定。我们向外推的时候是小臂发力，倾斜手掌，45度是指和游泳池的水面也可以和咱们家里的地板形成的一个斜角。我们是45度。每次推的时候，大家看教练是这样，把小臂推直。你们说在水里特别难控制身体，你们说你们到了水里就沉浸，你们到水就完蛋。你们一会儿看李教练教你们这一系列的动作，李教练去做的时候，你们看看是不是轻松漂浮和不沉啊？大家先看一下李教练大臂支撑，你们看我的小臂是倾斜手掌45度，把胳膊推直，然后我往里拉的时候是把手掌转向朝身体，倾斜45度拉回到肩膀。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说李教练，我怎么就是不行？不行的同学，你今天在家里跟我尝试2种动作，你们看一看，是不是2种动作中一个动作感觉非常简单能控制大臂，一个动作就是大臂难控制？如果大家一会儿发现了，一定给我及时回应。咱们现在记4个字儿，你在练的时候需要的是大臂支撑。我们先把大臂支撑这4个字扣在公屏。然后我带着你们一起试试，你们的大臂能不能撑得住？琼姐姐，你这太棒了！我看秀姐姐已经都打出来了，还有我们的一撇。我看到今天直播间的家人们，你们的学习热情太高涨了，新同学都参与进来跟我互动，让我知道大家跟上了。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你们现在先记大臂支撑。啊，还有的好朋友打大金链子4个字的，我为了让你们记住我容易吗？所有的朋友们，你们看都黑了，妈呀，我就害怕我戴上泳镜你们分不清我是李小稳教练，你以为我是什么阿猫阿狗？我们所有姐姐和哥哥们，因为每个人的装备一戴可能样子差不多，所以你们就记住这是我，别人他们不会为了你们付出这么多。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刚才说什么叫大臂支撑？有个姐哥说怎么个支撑法？我现在带着大家一起咱们练一下啊！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我们在水里有的时候你们说我就到了水里就不行了，因为其实你在岸上也能行过，所以我今天带着你们体会2个动作，在家里练的动作1，站直，哎，和站军姿一样。刚才李教练说的，手倾斜45度，把胳膊推直，手再倾斜45度，拉回到肩膀。我们直播间所有在的朋友们，你们自己在家里尝试这个动作，连贯做，人站着像我如此直立，你们试试。你们动小臂的时候，你的大臂是不是跟着随小臂摆动？哎，教练说让我大臂支撑，我怎么支撑不住？我怎么控制不住？我怎么感觉我要飞？我要飞！所有在的朋友们，你们现在先去体会一下，因为你们大部分在水里不行，就是其实你调动肌群和控制肌群的能力比较弱，所以到了水里你晃得厉害和沉得快都是正常的。我们先试一试，在家里是不是站直的时候，你的大臂想稳稳不住，想控制控制不住。如果发现和李教练说的一致，所有的好朋友，咱们再试第2个。咱们腿刚才没听到的好朋友，刚来的咱先点个关注啊。然后所有今天来到了练直播间的家人们，你们再尝试，
你的身体有一点点往前倾，感觉这里是弯折的，而不是挺直的。然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刚才说大臂支撑，我们的手臂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肘关节来到肩膀的前方。所有来的好朋友，你们现在看李教练的身体体态啊，你们在家里也这样试一试。因为这个状态，你的腰、腹肌是更容易使上劲儿和收紧的。我们在水中的踩水，其实上半身是稳得住、收得住，要使上劲儿的。然后你的大臂当来到肩膀前方，肘关节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大臂也是好控和好使劲儿的。所以我们保持这个体态，所有的朋友们，你再试一下，手掌倾斜45度，用力推直，再翻转手腕，倾斜45度，拉回到肩膀，你用力试一试。所有在的朋友们，你们感受一下，是不是这会儿大臂不会乱跑，不会感觉大臂不好控？如果这会儿大家发现不同和进步，咱们扣个6。因为水里大家看一下踩水，平时别人的动作其实有点像在坐着，因为腹肌、核心、腰背肌其实都在发力与收紧。大臂这样在这个状态上好支撑，你的小臂在动的时候，你的人稳定性才好。不然你这样你就这个地方，大家如果在家里试完了有进步有收获的，咱们现在先扣一个6。我先看一下大家的情况。谢谢我们虫姐姐、叉小姐姐，谢谢我们强姐姐，谢谢灯火阑珊处哥哥。我看到我们家的姐哥在给我扣大拇哥了。这会儿大家试完了有没有进步？谢谢秀姐姐啊，我们家姐姐你们今天太棒了，没问题，试了管用，大臂能控制住了。我们直播间今天所有来的姐姐和哥哥们啊，你们平时说李教练我为什么陆地上行水里不行？因为大部分同学一陆地上没练，直接水里练；二就算陆地上练了，没有练过水的表层技术，也直接把手放到水里练。我们如果陆地没练或陆地练了，直接把手放水里练，这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陆地上的密度和水里的密度，它们的差异差6到800倍。所以你陆地上做的动作，其实你在水里水阻大的情况下，你做不出来。很多节课听说过手倾斜45度向外推，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在游蛙泳换气的这个划手时，你的手很难做到你向外推时保持45度，结束还是45度，很难做到，大家体会过吗？我们通常向外推时的时候是这样，但结束的时候是这样的。大家这里想想我说的对不对？我先做一下，大家看一下正确的啊，手压得住的，你看我的头和嘴的位置，45度斜掌向外推，你们看，只要能压得住，你们看我的头的位置啊，你看，只要能压得住，45度向外，45度向内，45度向外，45度向内，你看我一直头都推不成。但是如果压不住，大家再看一下我的头，会这样。很多节课很多朋友们换那口气难到上天，因为那个手感觉这样出去就成这样了，所以还没划完手已经沉底了。我们再看一下压得住的，这是压得住的，这是压得住的。所有的朋友们，你们自己想想，你们是不是我刚才说的那样？没有脑子里知道正确答案啊？知道应该倾斜手掌45度划，但是划出去就是个这，划出去就是个这。对，就是这样，对不对？我看大家说就是不会压，如愿姐姐说压不住。刚才说游得慢的同学，一会儿李教练讲怎么提速啊。咱们先关注李教练把这个手上的控水能力先跟着教练学好，因为你们这个学会了以后，游泳的过程中，不管是抽筋了还是任何意外发生，你都可以腿不动的情况下，通过手的力量向外向内就能让人不沉。你们看，通过手的力量就能不沉。但是你们刚才说压不住怎么办？咱一定切记，不是在家里忽然试一试，咱就上水底下来试，不是。
家里大臂支撑刚才我说的体态，倾斜手掌45度，用力推直，翻转手朝身体，用力拉回到肩膀。这个在家里没事多做。练完了，在水中练的时候是，咱要在水表层先练一练手腕在推水的时候能压得住的能力，不能让手腕松。我们向外推时是大拇指、二拇指放在水里，3、4、5在水面，咱们用力推直。咱们这样在推的过程中，你的手推的水它会打到手掌，你这个时候推的过程中已经有了压腕的能力，因为你但凡压不住，你肯定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要求自己推出去的时候还保持45度，使上劲儿推，还能是结束点时是这样的45度。向内的时候，让第4个指头和第5个指头在水里，1、2、3在水面，用力拉回到肩膀，用力拉回到肩膀的时候还保持这个45度。向外推结束，保持45度；向内拉结束，保持45度。在水表层推着这个水，练手腕的压水能力。只要这里大家练了，在水表层你这样练了，手腕能压得住，那一个很神奇的事儿，所有节课就会发生。你们看一下，跟李教练学游泳简不简单？我不做任何我没教过大家的动作，我就教刚才的那个动作在水里怎么做，你们看一下。所有的朋友们，你们看看，学会游泳，学会控水简不简单？我们的手掌在水下大概20到30公分，当手腕会压水时，我们倾斜手掌45度推直，然后翻转手拉回到肩膀。我们向外时手心倾斜45度向外，向内时手心倾斜45度向内。所有的朋友们，你们现在看李教练把腿抬起来，你们看李教练的手有没有多余的动作？有没有我没教你们的技术？是不是就是我教你的这个动作？你只要在水里连着做，手能压住手腕，就算腿不动，大家看李教练是不是也轻松浮在水面？跟着李教练学游泳简不简单？所有的好朋友，你家里练了，水面练了，水中练了，你按李教练说的每一步你都练了，学游泳就是这么简单。你现在看着简不简单？没有做乱七八糟没教你们的技术吧？没有吧？就是压住这个手腕，在用力推的时候大臂稳定，小臂使劲，推出去还是压住45度，拉回来45度，拉到肩膀，平推平拉，推不动就能不沉，简不简单？我看我们家姐说跟着李教练学游泳太简单了。咱所有的好朋友，你们想学好游泳，你们只要点这里关注李教练，在我直播间我叠洋娃字的课让你们都学好。我看你们说牛。我们今天这样，所有的姐哥，你们今天想学仰泳还是想学自由泳？你们点菜。你们想学仰，你们打仰；你们想学自，你们想学哪个多，我就按哪个给你们直接讲。但是仰泳和自由泳他们都是边状腿。所以你学哪个，李教练教会你们边状腿，你们的边状腿对哪一个泳姿都是有帮助的，包括仰泳和自由泳，它都是身体躯干带动手臂。所以你们今天想学哪个，李教练教哪个。但是我今天让你们把身体体管和边状腿咱都学好。那你们自己打字，想学仰咱就打仰，想学字咱打字。我把这个手腿的配合节奏我再教一下大家。因为蛙泳踩水，叫这个蛙式踩水，很多姐姐说光动腿能不沉，但是夹手老乱，不知道哪一瞬间呼吸好像夹上手反而会沉。会有的同学说感觉手腿一退就乱套。我们正常来说手不动，你们看教练腿能不沉，那腿不动手动也能不沉，两个不沉的劲儿融在一起，按理说你是想沉你都沉不了，应该更轻松才对。但是很多同学融到一起就乱套，是因为节奏老是没卡准。所以我先教一下大家手脚配合的节奏，你们先记一下，一会儿我按大家想学的仰泳自由泳我们上课好吗？所有今天来的好朋友，你们先记同展同收这4个字，我们先扣在公屏。李教练的游泳馆这边大概是1.3米的水位，那边大概是1.8米的水位。咱们初学和想游好都选择李教练直播间学，能学会。然后我们如果济南的好朋友可以点上关注，进济南粉丝群。我们济南有5个游泳馆，大家可以选择哪个馆离你们近，你们在哪个馆找我来学游泳啊。所有的节课咱们现在先记同展同收，
这4个字我们扣在公屏。有同学说仰泳省力，有同学说自由泳学得快。你们今天想学哪个，我就教你们那个，让你们今天都学好。咱们先记同展同收。我先讲一下这个手腿的配合节奏，这个踩水怎么把2股劲儿融到一起。这会儿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说，李教练我一点都不会，可怎么办？咱们想学好游泳，咱们找李教练就对了，一点不会不怕，李教练教到你们蝶娃子都友好，教到你们变身浪里白条。先说同展同收啊，谢谢虫姐、强姐姐，谢谢我们秀姐姐、叉小姐姐。哎呀，今天我们家姐姐们你们太给力了！所有的朋友们，你们现在看李教练手，刚才李教练教是倾斜手掌。45度推直，大臂支撑，小臂用力推直。我们朝内的时候，刚才说倾斜手掌45度拉回到肩膀。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等于手推出去为1步的话，拉回来为1步的话，它其实就2步。为什么手腿容易乱？为什么你踩水一会儿就感觉那个呼吸乱套了，也融不到一起去了？因为腿上的动作，我们有向外蹬一个动作，并回来一个动作，收腿一个动作。如果你同时向外收腿，那你同时向内回来，是不是腿还没折叠，你的手就应该又出去了？所以这样自然而然手快就容易撵上腿好几圈，一会儿你肯定就乱了。所以我们同展同收，大家记节奏为手腿同时展，手腿同时收。但是手收的第2步，腿收的第2步，这个时候我们的腿在做个折叠，等于腿做了2和3，3的折叠腿结束，一起和手往外推。同展，手1腿1同收，手2腿做了2和3。这样的话，手在这里再一起和腿出去，它俩就不会乱套了。要不然手不等这一下，一会儿那个手就撵上腿，所以一会儿你那个节奏就没法呼吸了，没法换气了，一会儿他俩就打拐了，所以你就感觉很难融。如果这会儿大家能听懂能明白，咱们扣个6，我就往后讲了。因为大家我看有想学字的想学养的，我一会儿按大家的需求讲。咱们先说手腿的配合能跟上吧。向外推时我们一般来说是做吐气，向内拉手和腿时是做吸气。大家看教练是这样，同展同收，同展同收，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吸同展同收。能记住吗？所有的朋友们能记住咱们的配合节奏吗？所有的好朋友如果这会儿能记住，咱们记个能，扣个6。如果大家刚来想学好游泳不会游，咱们点这里关注一下教练啊。有好朋友说举起手来看看踩水，踩水是只要腿踩得好人就能不沉，那举手人是会沉的。你们看教练如果腿不动的话，所以举起手来下沉的力量大，如果踩水能力强的人才能不沉。我们直播间现在所有在的好朋友，我看你们刚才扣有6的，有说想学字想学养的。我们今天直播间所有来的朋友们，我先问你一下，因为刚才咱们说过，仰泳和自由泳练的边正腿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一个趴着一个躺这样的。那大家现在看李教练，其实仰泳和自由泳的动作，它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手臂和身体的控制。所以其实你仰泳练好，自由泳也会提升；自由泳练好，仰泳也会提升。其实你学哪个跟着教练，咱另一个今天学好也会提升。但是刚才很多同学在说想学的那个点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新同学，所以我今天我问一下咱们直播间所有来的朋友们，你们听没听说过仰泳是自救泳姿？听过吗？但凡听过仰泳是自救泳姿和救援泳姿的同学，咱们扣个6。你说李教练，我第一次听。我也第一次来你直播间，为什么仰泳是自救泳姿？没听过，那咱们扣个1。我先看一下直播间大家的一个情况，因为很多几个是学过的，但是也有新同学可能刚刚接触游泳，他其实不知道
游泳应该是按哪个顺序学，能帮助他学得更快，进步得更好，少走弯路。所以这里我先问一下大家，大家听没听过仰泳是自救泳姿或救援泳姿的？从来没听过的咱们扣一，听过的扣六。新同学咱们别忘了点这里关注李教练，今天都能在聊练直播间学好啊。这会儿我看扣一的家人们说没听过，节课还蛮多，咱一定先点关注，也别忘了领教练送你们的100的红包啊。那这一会儿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说，李教练我没听过，为什么仰泳是自救泳姿？刚才有一个好朋友问出了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你们看李教练，我游蛙泳的时候，你看我是不是面朝下去换气？去换气。我的蝶泳，我的自由泳。我们蝶、蛙、自全是面朝下，需要把头转出水面或抬出水面来换气。发现这个问题了吗？仰泳为什么是自救泳姿？是因为本来就是头朝上。如果仰泳学会了，所有的好朋友，你在户外不管是呛水了、腿抽筋了，或者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这样不游等待救援，或者是喊别人救自己，是不是更好的能保存体能？能听得懂吗？我们不停的游没劲儿了，如果没法让头上水面换气呢？如果呛水抽筋了，不能再呼吸了呢？是不是就很危险？这里大家能听得懂吗？仰泳是自救泳姿，一是它能不动的情况解决咱们的消耗，等待救援；二是你这样去救别人的时候，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溺水者，我会仰泳，我也会仰泳的反蛙蹬腿，我拖着他，让他的头在水面，我蹬，蛙泳救援他，等等救援他，他是不是可以不呛水？他不呛水，他是不会太挣扎。如果我只会蛙泳、自由泳，我面朝下，我救他，我是不是也得这样拉着他游啊？那这个时候他在我后面，他老是感觉他得喝水，他是不是得把我也往水里摁？所以经常听到有一个词儿叫双双溺亡。为啥溺亡呢？自己本身一个手游还不太利索，后面那个人还得把你往下摁，他想上来吸着口气，他觉得你老把他往水里摁，他也想把你摁下去上来吸着口气，所以两个人就彼此消耗。能听得懂吗？所以咱们一般来说，如果仰泳都不会，这样救援你都不会，救援就很危险。咱们如果自己不会仰泳，我们游的过程中头朝下，其实也很危险，遇到紧急情况。所以刚才我看扣仰泳的多，我们所有几个刚才想学自由泳的，咱今天也跟着李教练把这个仰泳学好，行吗？咱们所有今天来的好朋友，因为仰泳学好，刚才说自由泳本身有用，外加仰泳你会了，人躺在水里都能不沉了，你就不会这么恐惧。你不这么恐惧，你不管是做任何泳姿，你都更敢去做伸展和拉伸，你的动作会完成的更好，你的进步会更大更快。我看大家说好好好，那这样我们今天所有的几个，我今天教好你们仰泳。但是刚才有几个姐姐又在打字说什么李教练我仰泳躺不住可能确实有一部分姐姐哥哥是听说游自由泳游得快，自由泳好看帅气，追求自由泳，但是也有一部分姐姐哥哥可能不是想学自由泳，是仰泳去练了，仰泳去试了，结果又差点淹死，什么自救呀，妈我这是自杀我就不要我看我们家姐有笑的对对对，根本躺不住，一躺就沉是不是？我们今天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因为我今天看咱们打仰泳的多，然后我们也有想学自由泳的，但是咱所有姐哥仰泳游好了，咱自由泳能进步，外加仰泳的边撞腿和自由泳的边撞腿一样，咱们所有的好朋友，咱今天把仰泳学好，咱们自由泳也能进步。我今天这样把仰泳教好大家，转体包括边撞腿我教好大家。因为我刚才看大家扣仰泳的多，有的姐姐哥说我就是躺不住，我试过想去练仰泳，但是我只能自由泳不能着游也游得不好，仰泳根本不行。
就蛙泳游起来舒服。我们所有这个仰泳和自由泳全都是转体去游的。如果你上来又要转体，又要朝侧面呼吸，你就等于是2重难度。如果你躺着练转体，你不用呼吸，这个难度更小。所以咱们仰泳学好，自由泳再去练，它能提升一大块。但是刚才有的同学说，教练你说对了，我就是躺不住，我往后试老是呛水，试一次呛一次都不敢练了。那我今天教大家一招，我们直播间今天所有在的朋友们，你们现在记一下，肩放水中。你们想轻松躺到水里不沉，我们家姐说对，呛水，想轻松躺在水里不沉，我们直播间所有在的好朋友，你们现在记肩放水中这4个字，我们扣在公屏。如果大家今天能按我说的方式练，你们看一下李教练，咱们躺的能很稳。你们看，整个人的浮力能特别好。今天我再教给大家边撞腿，让大家找着咱不管是自由泳还是仰泳的边撞打腿的感觉。我们所有的姐姐哥哥，你们现在先记一下，想要轻松漂浮不沉底不呛鼻子，我们肩放水中这个细节，咱们先扣在公屏。肩放水中，刚才我们家姐说对呀，呛死了。我今天所有姐哥，我跟你们先说一下，你们为什么在练仰泳仰漂的时候，你们这么容易呛水？咱所有姐哥，你们明白原理了，你们以后就不会呛水了。咱们所有的家人们，你们先记肩放水中这4个字，这个小奥秘咱们扣在公屏。那个香姐姐，我现在讲的仰泳你可以先跟着听一听，因为这个会了，咱们在水里的控制身体能力会更强。站不起来的一会儿咱们讲，因为刚才我看有一个好朋友说是真的呛了几次，经过几次就怕了。咱所有的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我现在说一下啊，为什么大家在练仰泳的时候，李教练说仰泳是自救泳姿，而你们仰泳都要呛死自己了，也没练成。要想练成神功，必先自宫，结果都已经自宫了，神功也没练成。为什么？所有的姐姐和哥哥们啊，是因为人都是有自我保护机能。咱们知道往后躺是有危险的，那一般没有人去深水去练。那我们大部分同学，你们在潜水去练的时候，刚才李教练说了一个口诀是要大家记住的，叫肩放水中，也就是说肩膀要沉在水底。那我们这里如果大家说李教练我现在在练仰泳我不行，那大家如果站在潜水去练，通常潜水区的深度是在大家的胸口，甚至有的游泳馆的潜水区可能在大家的腰间。我们所有姐姐哥哥，你们不敢在深水区练，你们在潜水区练的时候，那李教练说肩放水中，你在潜的这么浅的地方练，你还能肩放水中吗？我们是不是在往后躺的时候，大家就会小心翼翼的尝试什么展开双臂，背慢慢的向后躺，头慢慢的向后躺。但是咱们只要在潜水区练，那所有的朋友们，你看李教练上半身在水面以上的话，我躺得再轻再慢，你看我的结局是什么？结局都是个一下子就退步。你们肯定这会儿就想，李教练刚才为什么不沉？为什么我每次都沉？它不沉的奥秘和原理在哪里？我今天教给大家，大家以后就知道了。所有的朋友们看我这个水杯，里面有气，和人的身体一样。你看我扔到水里的水杯，它有没有沉？没沉。咱们胸腔、腹腔、血液里是有氧气的，所以咱们人在水里，按理来说，大家看李教练，他就应该是浮力非常好的，就像那个杯子一样。你们看李教练，你身体里吸了这么多氧和这个血液的氧，这些气本来就是应该让我们能很好浮在水面。那为什么大家躺不行？是因为空气中。你再有氧再有气，空气中没有水里的这些浮力，空气中只有地心引力，所以咱们只要是人脱离水面，你在水面以上，你做了向后仰、向后躺，那大家看这个杯子再有气，你们看它的结局是什么？能懂吗？
这一会儿我们直播间所有来的好朋友，你们能不能听得懂？就是你的躯干，你的身体只要是在水面以上，地心引力就会把你往底下拉。你从3层楼往下跳都能掉到1楼，你身体里再有气，你也得掉到1楼。所以当我们后躺时，你的人是在水面以上，你往下，你一定是把水打个窟窿，再有气也白打。这里能听得懂吗？所以大家在潜水练的时候，你的身体的重量，你再慢悠悠的向后躺，你再什么展开双臂，你再放松，你只要是你的躯干在水面以上的后仰，你看都会把水砸个坑，掉水里。谁躺谁玩，能懂了吗？原理咱们再看一下，如果我们把肩放水里，那你现在是不是含氧的器官全在水底下了？你含氧的器官在水底下给你作为氧气的支撑、浮力的支撑，那这个时候所有姐哥你们看，咱们仰头把头放水里，大家看自身的氧就启动了，你的浮力就启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飘上来了。能听得懂吗？原理？能不能听得懂原理了？只要你肩沉在水里，那你含氧的器官，你吸入身体的氧就等于都在水下作为气囊给你支撑。你只要把头躺到水里，你等于没有躯干往下砸的劲儿，那这个时候你身体的气囊就会把你往水面上拉。能听得懂吗，所有的朋友们？这会儿明白原理了吧？终于懂了，我看我家姐姐说，终于明白了。如果这里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终于懂了，我再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过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在游仰泳的时候，上半身的浮力好，而腿上的浮力特别差，发现过吗？很多姐哥可能也会游仰泳，或者是尝试打腿也能前进，但是腿总在底下当啷着，好像上身在上面。是这样，一夹手就完了，不夹手还能腿死挣扎一下，但腿死挣扎的时候是腿沉，身体有浮力，有同感吗？这个地方啊，所有姐哥你们自己先想想有同感吗？因为刚刚咱们说人不沉是靠的胸腔、腹腔的氧和血液的量，而大半部分啊，就大部分的这个氧其实都在上半身。因为都在器官内，其实腿上就血液里那一点点氧，所以腿沉是正常，腿上浮力差是正常。大家有同感的，咱们可以扣个有。原来就是腿扶不起来的，如果大家都扶不起来，我今天教一下大家，咱们怎么能轻松用个小外挂把腿扶起来，找着拉平的感觉。因为首先你要让身体来到正确的位置，今天再跟我学会边状腿，咱们才能通过有效的腿，你看带来前推力。所以腿要如果有下沉的，小张老师给我竖飘，腰平，有同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我今天教一下你们，耳朵不能怕进水啊，大手拉小手，因为游泳的过程中头就要在水里，啊，头你们看李教练啊，我头在水里，你看我不沉，我头要是想出水，刚才说躯干的重力就会把我往下压。所以但凡你游泳的时候，你那个头你要在那上面立楞着，你的压力就大。所以游泳的时候，别管蛙泳还是仰泳，你躺平了的时候，它的浮力都好。你把那个头往上伸的时候，你的浮力就开始，头的重力就会把我们往下压了。啊，我们的小外挂，所有的姐哥你们记一下口诀：手找大腿这4个字，戴耳塞可以的啊。头找大腿，我们今天直播间所有来的好朋友，你们先打到公屏。咱先记一下这个口诀：头找大，手啊，不是头，手找大腿，手找大腿，怎么都上头上去了？我的头我看能找着大腿，找不大着。手找大腿，所有的好朋友，咱们打到公屏。手找大腿啊，头确实有点不大好找。所有在的家人们，咱们记手找大腿。12点多了，咱们都清醒，要不然一会儿该睡着了。
李教练讲课，这会儿你看要睡了，再不激动。我们今天所有在学习的家人们，如果你们喜欢李教练的课，咱们不要忘了点赞。姐姐。那刚才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说，李教练什么叫手找大腿？还有刚才我们家姐说头找不着大腿都懵了。大家先看，如果没有外挂的李教练，刚才说我们只靠胸腔、腹腔的气囊啊，吸入的氧的这个含氧的量，你看人他就容易是上半身漂浮，浮力好，而下半身的浮力，你看腿的浮力容易差，因为腿的里面只有血液里的氧。所以如果在这种状态中，我们所有姐哥，你看李教练手去找大腿，你看没有什么用，因为胳膊上也只有血液里那点氧。所以我们想把身体拉平，很多同学说我会呛鼻子，或李教练我感觉很难让身体起来，是因为很多同学在起的时候用的是挺髋和挺肚子的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你们看李教练如果在这个状态中，你看我去挺了肚子和挺了髋，你看我的头和上半身会怎么样？因为人很难做到你的头和这个上半身是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光下身使劲儿，你看不让腿起来是很难做到的。你看，它肯定有上身和腰的发力帮着腿去往上抬，所以你只要腿沉了，你用的是腹肌和你的髋关节往上挺，那你肯定会牺牲你头的高度。所以我们起身的时候，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盖挂，大家一定要学好怎么用。你们看教练。把袖飘带到大臂上以后，大家记一个词儿，叫拉长，或叫伸展。我们所有姐哥哥，你们记这个词儿，拉长也行，伸展也行。如果大家不明白怎么叫伸展，怎么叫拉长，你站在家里的这个地上，你用手去摸你家的天花板，用手去够你的天花板。就是我们游仰泳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体态是拉长和伸展的状态。我们腿沉不可怕，所有的朋友们，你们现在看一下李教练，腿沉没事儿，但是我们腿沉，咱是拉长着，你别和一个小蛇一样拧巴着在那里面沉着，我们是整个人拉长的状态，然后手上、胳膊上现在不是带着袖飘了吗？大家看一下李教练，在拉长的体态，身体是这样拉长、延展的这种状态下，你们看我的手去摸我的大腿，去找我的大腿，大家看。胳膊上的袖飘的浮力就能让我们拉长的身体借助胳膊上的浮力，你看就能整个面的抬出水面，能明白吗？咱们等于是把身体拉长了以后，就有点像李教练的这个镜子，如果是这样松的，我想让它起来，它就很难起来。但是如果这根杆子它现在是拉长的，我从这边发力起的那个劲儿就很容易让它全起来，借助胳膊上的浮力，让整个人的身体、整个人的下半身往上起，能听懂吗？你们看一下李教练，拉长以后，借助胳膊上的浮力去找大腿，你看，借助胳膊上的浮力去找大腿，借助胳膊上的浮力找大腿，借助胳膊上的浮力找大腿，整个人起来，咱按李教练今天讲的边状腿学会了，咱都能很好的通过打腿。都能很好的通过打腿前进，再加上手就是一个有效的动作。如果这会儿大家能跟上能懂，咱们扣下6，我教一下打腿的一个范围。但是没有飘，姐姐和哥哥们学的就是慢，因为没有飘，自身浮力小。你看，你的下半身不好起，那你就容易是想着用腰和腿挺腿的劲儿让你的腿往上起，那就容易呛鼻子。所以咱们初学者，咱们不带袖飘练就是容易呛水，我们带好辅助工具去练。直播间今天所有来的家人们，你们记一下咱们的口诀：仰泳打腿，边状腿，想找着感觉。咱们现在口诀咱先记住：水上5，水下25。我们在这个范围打腿。大家先看一下李教练正确的演示，然后一会儿我说一下为什么大家找不着边状腿的感觉。好的，畅小姐姐，你给徐老师说行了。畅小姐姐她没在我身边，我这操作不了了，辛苦了，畅小姐姐、虫姐姐、我们家秀姐姐，还有我们家强姐姐，我们家所有姐姐哥，我真是爱死你们了。今天怎么突然让我这么开心？是因为我快过生日了吗？你们提前送我的生日礼物，
谢谢所有姐姐哥哥你们的支持啊！然后我们看一下正确动作的演示。我们每次的脚是踢到这个位置，我们下落的另一条腿是落到这个位置。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咱们交替打腿，一定记住腿没有上这来的啊！咱脚也就是出来个脚面，水面5公分嘛，那水下25公分是这个范围，大家看一下我打腿。我们很多同学说李教练，我怎么就是不行？那大家看李教练的打腿，是我的整个人基本上在平面，我的腿在这个范围打，我不带飘，从这个角度再做一下，大家看一下啊。那刚才很多同学说李教练，我怎么就是不行？那刚才不行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咱们其实仰泳打腿难就难在哪？难在好像你的髋不好上到水面，有发现吗？很多姐哥说教练我打腿不好，是感觉哪在水面呢？头和脚在水面，好像定在水里。大家有我现在这样的吗？如果有，咱们扣1。因为一般仰泳打腿其实也就是2个问题，感觉打腿不走路或打腿无效，就是头和脚好像在水面定，好像在点绳子，然后一抬臂就沉了。好像容易这样。如果大家现在就是这样的，咱就扣1。如果你说教练我的髋关节在水面，哎，教练我的肚子、我的下半身都在水面，但是我找不着边状腿，我游的和蹬自行车一样，我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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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我就不大走水，我找不着边状腿的感觉，那我们扣2。我先看看大家的情况。仰泳鼻子进水，一会儿咱们说一下咱们的那个收下巴的一个点。川小姐姐刚拉了，这会儿不拉了，我刚才有点惊了。谢谢川小姐姐。如果大家咱们是1的，咱们扣1；如果咱们是2的，咱们扣2。叫可可的小姐姐不是啊。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我看你们有扣1的，这会儿也有扣2的。然后我们的叫瑞秋的小姐姐说不会边状腿，我今天都把你们的边状腿教好。为什么你们不会边状腿？因为你们发力点错了，很难找到大腿带动小腿。我先做一下边状腿，大家先看一下啊。咱们新同学第一次来的，咱一定点这里关注李教练，好吗？然后你们说找不着感觉的家人们，我今天都让你们找好。然后我每天11点直播，你们可以每天来学，因为咱顶洋娃子都讲，所以我现在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边状腿。仰泳和自由泳的边状腿，它其实发力基本上是一个是趴着，一个是躺着啊。我们所有姐哥，你们先看一下这个边状腿，大腿带动小腿，你们看。你们说李教练，我怎么找不着边状腿呢？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姐哥，我今天一教你们，你们就能找着边状腿。你们先打到公屏，先记一下，叫展髋。展髋这2个字儿，咱们所有的好朋友，你们先打到公屏。咱们现在所有的家人们，你们先记一下展髋这2个字儿。继续讲课去了。我们直播间所有在姐姐和哥哥们啊，刚才说什么叫展髋？为什么大家找不着边状腿的感觉？咱们现在看一下李教练，因为我们大部分同学，不管是仰泳还是自由泳，我们容易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容易出现我们这里是身体的平位，我们向下的压力压完了以后回到身体平位，或向上抬的力量完了回到身体平位。所以你们看一下，如果我们有仰泳的时候，你们看李教练这个状态，我从这里你看来到这里，这里来到这里，你看他的力量很短。那我从这里来到这里，又来到这里，你看他的力量也是很短。所以我们在游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摆动呢？大家看，向后拉到这个深度的一个摆动，和又踢回到这个位置的一个力量。所有节哥，你们现在看一下我的腿，如果是这样，你看展髋再踢回来，你看是不是这个力量的甩动是比较大的？能看出来吗？会比我从这里直接向上踢又回来，直接向上踢又回来强很多。这里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先说，刚才有点兴奋，刚才有点激动了。所有在的家人们，这会儿能不能懂这个点？刚才说的这个展髋向后拉的这个点，咱们能不能懂？
能懂能明白吗？所有的朋友们？那刚才我们直播间的姐姐跟我说，李教练，我怎么游仰泳腿的时候，我的腚在底下沉？我怎么整个人游仰泳是这样团着的？我一夹手臂，我就感觉我都沉了。我上岸给大家做一下，我们家所有在的姐姐哥哥，你们看一下这个点，你们能不能听得懂啊？因为有的姐姐哥哥说，能不能再讲一遍？我在岸上给你们做，让你们能更好、更充分的理解这个点。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展宽。什么是展宽？大家看一下李教练，躺着的过程中，你的状态是这样的。你看髋关节是打开的状态。我们仰腿其实在游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在这个范围里去打，这叫展宽。那我们平时大家在练仰泳腿的时候，大家是怎么练的？大家是这样，坐在家里床边垫子上，然后大家发力是怎么发力的？向上踢，又回到我们家里坐的这个位置，向上踢。又回到坐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在游仰泳或在练仰泳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力量是向上的劲儿，回来的力量，为了脚后跟别掉床上、掉地下砸得疼，我们回来肯定不会说特别使劲的去落地去。所以我们大部分同学练的时候，你们想想，你们是不是向上踢力量大，向下落力量小？向上踢力量大，向下踢力量小，这样交替，甚至都害怕不要落地，别砸了脚后跟儿。大家先想想，你们如果原来是这样练的，咱们扣1。我看看原来有没有在陆地上练的。啊，如果大家有这样在陆地上练的朋友们，我们扣下1。原来练过的，不管是床上还是垫子上，谢谢大家帮我称赞，我真是爱死大家了。我看到我们家姐说1，我这样练过，就是这样练的，对不对？那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你们现在看李教练刚才说什么叫展宽，这个状态叫展宽，对不对？仰泳在水下是这个状态，这样来回的摆腿，结果你在陆地上练的是从这个位置向上踢，又回到这个位置，又向上踢，又回到这个位置。所以你每次向上踢的时候，你那个臀部都有一定的向下的力，而你向下摆的力量不够，你没有把你的身体往上的力量支撑，所以你在游仰泳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腚是在那坐着游仰泳。这会儿能听懂了吗？我们应该是向下落，把身体挺起来，又有向上踢落下来，交替这样的劲儿，你2条腿交替，它才能撑住你不沉。我在水里再做一下，大家再看一下这个点。小李同学，你讲的好好呀，谢谢我们这个叫太阳雨的我们家的这个是小姐姐吗？说小李同学，你讲的太好了。这里大家能不能懂？大家再看一下李教练啊，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从水里再看一下这个点。你看我向下压腿的时候，你们看我的髋关节的高度。它有一个你看向下的支撑，走的劲儿会带着身体往上走的一个反作用力，你看，也就是说，我这个向下的时候，你看我的整个人有一个向上抬的一个劲儿。那我这条腿如果是向上踢，你看我就会有一个向下的力。我们从侧面看，我向上踢，它肯定就是向下的力；我向下压，它肯定是向上的力。所以我们仰泳腿，你的2条腿它是一个向下，一个向上，正好用向下的劲儿拖着这条向上的劲儿。那你这条腿向下，这条腿向上，它2个力反复这样拖着，你的髋关节才能和你的臀部才能一直在比较高的高位。如果我们的力量是往上的劲儿，往下的劲儿没有，那所有姐姐哥，你看我的腚，你看我的腚，你看我的人生就这样。这会儿能懂了吗？就是大部分同学说，李教练，我怎么游仰泳，我感觉我腚沉呢？因为你的力更多的是向上的劲儿，基本上没有那个展宽向下的劲儿，所以你的这个臀部高度、髋关节的高度，它就老在底下沉着。想让它上来，你得有一个展宽这样的一个动作，它才能上得来。所以仰泳腿这个展宽非常关键。这个点能听懂吗？我看到他给我的大拇哥了，能懂了吗？我们直播间现在所有的好朋友，我再教一下大家边撞腿。
然后因为我们仰泳、自泳的边状腿都是由大腿带动小腿，然后但是边状腿我们从水里看一下，它又有一个难点，边状腿和膝关节弯曲和膝关节锁死，它们3个是很应该说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你但凡做的哪一点不好，你就会偏离边状腿。如果我们做的时候，大家看教练，我的腿完全锁死，那你看我就和僵尸一样的腿，这个动作不好受力。那如果我边状腿呢？你看是大腿带动小腿，你看。我们现在直播间所有在的姐哥就很难做好。那有的姐姐和哥哥说，李教练，我这个地方想做好，我应该怎么做？我今天教一下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没学会换气的那个爱美丽的姐姐，你关注李教练以后早来，咱天天来，直观好懂。我今天带着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咱们做2套动作，咱们一起感受一下。刚才说卡的好朋友，现在应该不卡了吧？应该是正常的吧？咱们新同学，咱们先点这里关注一下李教练，然后我讲一下咱们怎么做能找着边状腿的感觉。然后我今天也带着大家做2套动作，所有在的好朋友，你们跟着李教练，咱们一起在家里咱试上这2套动作，哪个累哪个轻松。就卡了一会儿。那刚才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说，李教练，边状腿怎么能找着感觉？咱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姐姐哥哥，我想带着你们一块练练。你们今天有没有床或有没有垫子，能跟着我一起练一练？如果咱们有床有垫子，所有在的朋友们，咱们扣个有，我看看有的朋友多吗？如果大家都有，我带着大家体会2种打腿，你们试一试，哪种你感觉更轻松，或叫哪一种你感觉累，你告诉我。我带着大家，我上岸做一下，你们也跟着我试一试。我们今天所有在的朋友们，你们如果有床能跟着我试，咱们扣下有。我看到我们海星说有，谢谢我们听学长说点。教练，大家刚说李教练，我有床，我有床，我有床。那有床的同学们，我们尝试哪2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弯膝盖，大腿带动小腿向上踢；弯膝盖，大腿带动小腿向上踢；弯膝盖，大腿带动小腿向上踢。咱们先每条腿来上5次。然后我们再试第2个动作，不弯膝盖，大腿带小腿向上抬。我们所有在的朋友们，这2个动作分别每条腿来上5次，你试试。你感觉弯膝盖上抬更累，我们扣1；你感觉直腿向上抬更累，我们扣2。大家先试一下，然后给李教练一个回应，我看看咱们是感觉弯膝累还是不弯膝累。如果感觉弯膝累，咱扣1；如果感觉不弯膝累，咱们扣2。谢谢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谢谢大家。仰泳比别的泳姿累的那个小姐姐，肯定你打腿的劲儿不太对啊。我们所有的姐姐哥哥，你们在家里试一试，是感觉弯的累还是直腿累？然后我们 M 英文名的姐姐说都好累。然后刚才我们家姐姐哥说都累。我先说一下啊，按理来说，膝关节不弯的要更累，因为大家看一下，我做一下，膝关节如果不弯的话，我们其实是有腹肌、腰背肌，还有我们身体的力量传递给大腿。你看，大腿在传递给小腿，所以等于你全身都在做，所以这个动作肯定是更累。川瑶姐姐找徐老师。我们直播间所有在的好朋友，你们现在再看一下李教练，如果弯膝盖了呢？你们看，其实弯膝盖它的发力也就只有大腿和小腿。为什么大家说教练我在水里老感觉找不着边状腿的感觉？因为大部分同学在游的过程中，其实一弯膝盖这个动作相对好发力也好使。所以很多姐姐哥哥，你们现在看一下，我做好了，你们看。我们直播间所有在的好朋友，你看，你们说我在水里怎么找不着边状腿？
因为很多同学的仰泳腿是这样发力。你想想，所有的朋友们，你们自己想想，你们说李教练我怎么找着边状腿？因为你先拉膝了，你大腿带小腿甩的，你这个动作它就是很难找着边状腿的感觉了，因为膝盖先走了，你大腿再想甩动，它没法甩动大腿了，它只能甩动小腿了，所以找不着边状腿的感觉，能听得懂吗？啊？然后刚才我们家几个说能明白能理解，还有几个问能不能带隐形，能就害怕落下水冲掉了找不着了到水里，所以尽量就带度数的游泳镜。好的，长小姐姐，你帮我找找徐老师，长小姐姐。那这会儿我们家几个说能懂能明白。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刚才说膝关节先走了，不好找着大腿带动小腿的感觉，因为膝关节走了，你看就容易变成了甩小腿的力量，所以我们的膝盖不能弯，不能先发力。但是这个地方又有另一个问题，所有几个，但凡你的膝关节使的劲儿猛，你就容易变成和僵尸一样的腿，大腿这样带动小腿，那这个力就会使得非常多，非常疲劳。所以我今天教一下大家，咱们如何找到大腿带动小腿的感觉，我们怎么在家里练。所有在的姐姐哥哥，你们现在记“腾空练”3个字儿，我们扣在公屏。谢谢天使姐姐。谢谢叉小姐姐、程姐姐、强姐姐辛苦了，谢谢我们今天边看边点赞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听雪，我们家的小姐姐一直在给我加油。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你们先记3个字儿“腾空练”，我们扣在公屏。然后我们刚才有好多家人们说，就是找不着边状腿，我今天带着大家一起练一下，大家在家里的床边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所有在的朋友们，你们现在看一下李教练。我把镜头放这里吧。我们游泳馆，我去拿把椅子。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你们现在看一下李教练啊。如果李教练是所有的腿和腚都在这里的话，那你这样练，你看打的就只有小腿。很多姐姐跟我说我找不着边状腿。有的姐姐跟我说膝盖容易绷得特别死，或膝盖容易特别松。我们练的时候想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咱们把2/3的臀和大腿放在椅子上，1/3啊，怎么说？1/3的腚啊，1/3的腚和腿在椅子上，2/3腾空。咱们所有姐哥，你们现在试试啊！就当你2/3腾空的时候，你把你的腿伸直，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的膝关节你会给它一定的劲儿。因为你膝盖在这个时候如果没给一定劲儿，它肯定是掉下来的，它肯定是掉下来的。你给它这一定的劲儿，你也不会说刻意的给很多，因为那样太累。所以大部分同学这个地方也就给了一丢丢劲儿。大家自己去体会，当你腾空2/3的腿在空中，1/3的腿在椅子上或床边的话，是不是你的膝盖在你腿伸直的那一瞬间给了一丢丢劲儿？我们要的就是这一丢丢劲儿。然后我们打腿体验的时候，我们坐的位置的高度，然后为这个咱们的这个点去向上，去向上和向下。我们现在所有来的朋友们，你们现在看一下李教练，咱们的这个打腿向上打是坐的位置向上5公分。向下打是坐的位置向下25公分。我们直播间现在所有在的好朋友，你们记住这个范围，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咱们腾空2/3的腿，咱们试一下。大家看一看，是不是你坐在椅子上把腿腾空，你能很容易的找到你的大腿带动小腿带动脚背的甩动。说膝盖放松了吧，没放松；说使劲了吧，只使了一点点劲儿。所以你在波动的时候，其实你的小腿是在甩的。大家再看一下，你看小腿是在甩，就它也不是说完全绷得非常直的状态。如果这会儿大家能有进步，这会儿有感觉，咱们扣下油，咱们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去试一下。咱们现在所有的朋友们，咱们感受一下，有进步，太棒了！
咱们一定都在家里，咱们试一下啊！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好累呀、就是咱们在水里，咱的腿不能绷得和僵尸一样，因为我们甩动的过程中，它其实你看在水里这个小腿，你看它是这样跟随，又不能主动弯膝，因为你主动弯膝，你就找不着边状腿的感觉。所以我们在陆地上刚才那个动作多练，你在水里找感觉的时候，你就自己想让大腿带动小腿，膝关节说给劲儿了，又不是完全锁死。如果这会儿大家在家里试完了有进步，咱们扣有。然后我问一下今天直播间所有来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水里打仰泳腿，不夹手，咱们能前进，不带漂也能游。但是，一夹手人就沉，大家有没有这个情况？教练，我仰泳腿行了。教练，我仰泳腿夹手不行，因为我一夹手我就沉。有这个情况吗？有。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这个地方咱们有没有？如果有，咱们扣下有，我看一下。谢谢天使姐姐。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咱们有没有这个样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咱们扣下有。我先看一看，谢谢春花小姐姐，还有我们天使姐姐，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有。有这个情况的同学，我讲一下，因为马扎子有些日子了。我们直播间现在所有在的家人们，这会儿我看到大家说有，然后我们直播间所有几个，我看到你们在给我回应了，然后我看到我们家几个，一是说有，2，然后有的几个还在给我点赞。3，我看到春花小姐姐和天使姐的回应，我就往上翻了翻，我看叫1、2，谢谢大家。那刚才我们家几个有进步有收获，然后刚才我说有没有一个台币人沉了的情况，大家说有，太有了。所有的好朋友，刚才咱们说太有了，台币下沉，主要原因是因为打腿太差。你肯定有点蒙圈，为什么打腿差？这个台币就会沉呢？所有的好朋友，咱们拿这顶帽子做个示范。如果地心引力吸着往下，帽子是不是掉下来了？李教练抬臂的这一瞬间，地心引力会带着我2个手臂往下沉，所以我一抬臂，你看我就是沉，我就是个沉底。什么情况我才能不沉？包括什么情况这个帽子才能不沉？大家看，我有一定的力量扔这个帽子，这个帽子是不是咻就飞回来了？所以游仰泳的时候抬臂沉是腿太差，是因为打腿有效有力了，人就会往前冲，往前冲的力量大，就能拖住这个抬起的手臂的下压力，所以就能不沉了。这个点大家能不能听懂？先说概念上能不能跟上？所有的朋友懂？概念能不能跟上？这个地方能不能听懂？能懂吗？这个地方我们直播间所有在的好朋友，咱们能不能听懂？仰泳打腿下沉是前进的力量不够。谢谢我们，你们自己拍吧，我去游一圈，大家看一下刚才的技术。小张老师，你帮我拿下杆儿。我去游的时候，大家看一下我的打腿，你帮我拿下杆儿，我去游一圈。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你们看一下。咱们刚才说仰泳腿有效，咱们抬臂才能不沉。所以我先做有效的仰泳打腿，你们先看我打腿的力量。在这种有效的力量下，大家看我抬2个手臂也不会沉。如果打腿沉了，大家看，咱没有有效的向前的力量，手臂的压力就会把头压入水中。
所以但凡说教练我一抬臂就沉，就是打腿不够。打腿到什么程度才能加手？我回去教给大家，大家再看一下，咱们的腿要打成李教练这样有效的往前推动，才能上手。如果你说李教练我打腿不行，很多几个因为打腿使劲了，身体有晃会呛水，所以腿不敢使劲。大部分同学其实那个腿打的都非常放松，或叫非常轻松。大家的腿是这样打的，你们看。虽然也没沉，但是没使多大的劲儿，前推力也不够，所以这样比较轻柔的打腿，它是无效的。加手臂大家看就会沉。能不能懂？必须是有效的打腿才行啊！打腿有效，加手臂才能不沉。这会儿能听懂吗？哎呦，那里有水吗？所有的好朋友，这里咱们能不能听懂了？能听懂吗？就是你有效的打腿给支撑，你抬臂才能不沉。但凡你的这个是无效的，力量不够的都不行。我看大家说能懂，那我们怎么才算是打腿符合标准？所有的几个，包括刚才说一抬臂弄一脸水老呛水的，一会儿我教一下大家怎么那个抬臂不大容易呛水，一会儿教一下大家手。我们先记一下腿。所有的好朋友，你们现在先记一下，腿打到什么情况算是有效？叫打出水花这4个字。天使姐说听懂了，还没有学会。咱所有几个，咱们今天都关注李教练，咱今天跟着李教练都学好，行吗？我每天中午11点半直播，我让大家在我直播间把叠洋娃字咱都学好。咱们今天每一位来的好朋友，你们先记打出水花。咱们这4个字，因为很多同学说教练我都不知道怎么能算是友好，怎么算是达到标准了，我就腿练完了能不沉了我就开始练手了。但是所有几个可并不是这样，咱们的打腿要达到李教练说的标准，咱们才能上手。什么标准算是正确的？咱们先记打出水花，然后你们看李教练的腿的打出水花。我们现在所有在的好朋友，你们看见李教练的腿向上踢的时候，刚才我们说踢5，对不对？向下是25，我们在这个范围里踢。那我们现在所有在的朋友们，你们看一下李教练的腿，这个水花是怎么来的？你看我从下向上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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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下向上踢，从下向上踢。所有的朋友们，这会儿能懂吗？就是很多几个说教练，我怎么那个水花特别大，我怎么加手臂就不行？因为大部分同学的水花是从上向下压，从上向下压。我的那个水花是这样，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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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你这样是无效的啊，咱这样是无效的啊。咱所有几个能不能搞明白？我们的水花的来源是你从下向上踢。然后带出来那5公分，把这个水花带出来。能懂吗？咱们是通过从下向上。如果你说你游的时候有点害怕，因为腿打得猛了，可能身体会有点晃。如果你害怕呛水，所有几个你刚开始练仰卧腿的时候，咱一定带上袖飘啊。所有的好朋友刚开始练，咱一定带好袖飘，因为咱们有袖飘，它支撑头的浮力变大了，它就不大容易让你的头呛到，这不就会了。所以咱们初学打腿不行的家人们，蛙泳、仰泳不行，咱都是带袖飘和腰飘。学到自由泳带3角板，这个咱们是要用的。你们看我们那腿上那全是袖飘、腰飘，看见了吗？每一个班的，不管大人孩子全带，因为有它不沉了，有啥害怕的？教练讲的打出水花，从水下25打到水面5公分，
想着发力，想着手握着大腿，下半身起来，交替发力打，上劲儿打，多练，腿练好了再加手。如果这里没问题了，我们扣6，给李教练，李教练教一下大家仰泳的手怎么去做。我们怎么能让这个仰泳的手臂更有效？仰泳在抬臂的过程中，咱们怎么能游得更好更快？没问题啦。那刚才我们直播间所有在的好朋友说，教练，什么叫小指出水？刚才有一个姐姐说，李教练，我怎么是听人家讲大指出水？如果大家原来听过大指出水，咱扣大。如果你原来练的时候，你就是听人家说需要你的仰泳手大拇指出水，小拇指入水，那咱们在的姐姐哥哥，你是这样练的，你扣大。我看看原来有没有大拇指出水练的。如果咱们是大拇指出水，咱扣大。正常应该是小拇指出水。谢谢勇姐姐。大，哎，这会儿我就看到扣大拇指的同学了。是不是啊？好多的姐姐哥哥就听人家说需要大拇指出水，是不是啊？浅水区溺水怎么办？要学会游泳哦。超过80公分的水深就能淹死一个成年人，只要比臂长的水深就能淹死那个人。所以咱们一定学好游泳，在水里能控制好身体才行。啊，初学者学游泳有任何问题，咱点这里关注李教练。我这里说一下，为什么李教练让你们小拇指出水，而有的教练让你们大拇指出水，区别在哪？我们初学者刚开始接触仰泳的应该怎么练？大家这里一定要区分一下啊，大家先看为什么有的教练教大拇指出水，我们要明白原理。大家先看教练。小拇指入水，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经常听小指入水，对不对？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所有姐姐哥，你们看小指入水后，你看是不是我的大拇指冲上？当我大拇指冲上的时候，所有的好朋友，你看我抱水，你看我是不是大拇指冲上？大拇指冲上，那我过来，是不是我大拇指在前面？如果我顺着推水的劲直接抬，是不是就大拇指出水？我不知道这会儿大家能不能听懂，你们看一下，小拇指入水后推水，你看。大拇指在前面，所以那大拇指出水，它是不是就顺势一带就出水了？很多姐姐跟我说，教练，我听过大拇指出水，因为专业运动员就是大拇指出水，因为小拇指入水以后，我们抱水推水，大拇指在上面，我们顺着推的劲儿转体上来，所以大拇指出水，这是一个顺势的劲儿，这个动作能很好的就做出来。为什么李教练让你们小拇指出水？这里大家也要明白，是因为大拇指出水就牵扯着你要从空中旋转手让小拇指入水的这个动作。我们从小接触游泳的人，专业运动员或者是游泳时间比较长的人，他在做旋转手的时候，手腕和胳膊能撑住劲儿，那他可以做直臂。但是大部分刚开始接触游泳的人，因为这个时候注意力可能在另一只手上，可能在打水上，可能在呼吸上，他不可能这个手在转的时候注意力还都在这一个胳膊上，所以很多自学的姐哥刚开始接触仰泳，在空中旋转手时特别容易出现弯手腕和弯胳膊肘的情况。所以咱们在泳池其实特别常见的仰泳和梳头一样的在一起，就这样。从空中旋转手抬起的大拇指要转成小拇指的时候，就成了这样了，就成了这样了。所有在的姐姐哥哥，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们见没见过，或自己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一般来说，从空中旋转手的家人们是初学，注意力不集中。抬臂完了，一转就是这个，那你的胳膊成这样后，你再想就有效的推水也不好做，就是很容易变成拉臂，所以整个仰泳动作就完了。这里能听懂吗？所以初学者咱们是把手在身体的侧位出水前，这里就转好了，那你直接就可以整个手臂抬臂入水了，就不容易出现弯臂的动作了，大家能听得懂吗？所有
我们来的姐姐和哥哥们，这会儿你们能不能听得懂了？能听得明白，能听得懂吗？直播间这会儿所有在的好朋友能不能听得懂？能听得明白了吗？因为很多同学说，教练为什么有的教练教大拇指出水，有的教练教小拇指出水，懂了吗？老手是大拇指出水，因为他在转动时能控制他的手臂不弯，而新手控制不住，所以新手小拇指入水抱水推水过来以后，从这里先把手旋转，让小拇指冲上了，我们做上抬上抬上抬入水，就不会出现弯臂了，懂了吧？所有的好朋友，咱们新同学第一次刷到李教练，咱一定点这里关注李教练，咱以后咱们学游泳，咱们不再走弯路了。很多好朋友练了半天，很多节课，结果老是游得很难看，老是感觉游得很慢，都是因为很多细节没做好。然后刚才叫豆花妈妈小姐姐问，那刚才我们直播间所有在的姐姐和哥哥们说，李教练这里我懂了。那我再问一下咱们在座的好朋友，你们有没有一个情况，就是游仰泳的时候，你感觉你老是游歪了，在游仰泳的过程中游不直，有这种情况吗？明明想这样过去，但是你的人老是感觉球上这来了，球又上这来了，哎，球我又上这来了，有这种情况吗？感觉游不直，感觉游的东倒西歪的。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咱们抽个油，我看看今天直播间有李教练说的同感的家人们多不多？有，有。我看我们直播间的小姐姐说，我就是小二小姐姐。有，这个地方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咱们从侧面看一下这个仰泳的入水。李教练，我们刚才说看一眼那个仰泳的手臂，我们现在在的朋友们，咱们从侧面看一眼李教练，小拇指起手，你们说教练，我入水我游的时候我游的东倒西歪，因为你们现在看李教练的两个肩如果是平的，你看如果我身体不转动，你们看我入水的手臂，你看这个肩膀在这卡位的话，你看我这个胳膊想往深里滑的很难伸。我就算是再好的抱水，你看它是朝侧面发力，这是我从侧面给大家做，我在正面给大家做，大家看一眼。如果我两个肩是平着不动，你们看小拇指起手以后，我靠肩的容韧性，你看我的胳膊滑到这里，我再好的抱水，你看它是感觉朝侧面推。我们仰泳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身体转动，大家看一下，很好的身体转动，大臂支撑弯曲胳膊肘滑动小臂，你看。刚才我们直播间很多同学说，教练游的东倒西歪，你们想不想看一下李教练做一下正确的演示？如果想看一下，我去做，我去游一圈，大家看一下正确的一个演示。然后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刚才说我为什么会游歪，我也可以游一下，你们看一下，就是哪个动作会让大家游的东倒西歪。我看大家游一圈，我去游一圈。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你们现在看一下刚才咱们说的正确的那个游泳姿势。小张老师，你帮我再拿下杆儿，我去游一下，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你们看一下啊，咱们想游直。咱们是入水的深度大概在30度的深度，或叫30公分到40公分的深度。你们看李教练的身体是侧背转动，然后我从这个位置看弯曲胳膊肘抱水向后推，你看它是向后推的，所以你看我的人就往前跑。也就是说我们仰泳，你看入水的动作到这个深度，抱水助水向后推，它才能走直线。如果大家的身体是平着，没有做这个侧转，两个肩是平着的，那大家看你还想往水里入深入，那你看肩膀在这里卡着呢，你滑使劲往下入，那是不是就入到这个深度？所有的朋友们，那入到这个深度，我们现在来的好朋友，你看我去做弯曲胳膊肘的抱水动作，你看他的腿水往哪里去？能懂吗？再看遍正确的。
这个状态弯曲胳膊肘推水是向前。如果这个体态弯曲胳膊肘抱水，你看这个深度，它推是这个劲儿。能不能听懂？这会儿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好放这，能不能听懂啦？你们说李教练，我为什么感觉我游的东倒西歪的？这会儿咱能不能明白为什么东倒西歪的？因为你的那个抱水，只要身体转动不够，它就是朝侧面推。你朝侧面推，你抱水再好，你那个劲儿让你歪了，能懂了吧？然后我们家杰哥说这会儿能明白能懂了。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如果你们的转体做的不好，这个体转的能力很弱，尤其是姐姐们啊，因为哥哥他本身身体的肌肉含量肯定比咱们女性好。你看李教练30来岁的这个满腰的肉啊，肚子上都是肉，因为女性好像就是比男性脂肪多，它是那个什么那个身体自身的那个完了，这会儿突然想不起来，你们肯定懂。就自身的那个女性，她本身就是应该储存脂肪要比男性多，所以男性肌肉更多，女性的肥肉更多。然后脂肪多了以后呢，咱的肌肉又少，在做转动的时候，所以很多姐哥这个体转的能力特别的弱。自由泳和仰泳这个体转根本都转不到位，那入水的深度肯定也就不行。所以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我今天教一下你们怎么练这个体转的能力。刚才还有的姐哥说鼻子容易进水，一会儿我也说一下怎么能不进水。当然啊，咱所有的姐哥哥，你们告诉我一下答案。在你的心中，你躺在水里的时候，你的眼睛应该看的是正上方，还是斜上方，还是斜下方？大家先想一想。必须带鼻夹吗？不用啊。我们直播间所有在的家人们，你们平时游的时候，咱们是往上，还是？因为刚才舞台山人说仰泳鼻子老进水，老是鼻子进水。我讲一下这个点，我们所有姐哥，我对女性的体脂率高一点。就所有姐哥，你们告诉我，你躺在水里，你感觉你的眼睛是有一点点往斜上看，还是往正上看，还是往斜下看？大家想一想，你躺着的时候，你的眼睛大概是看哪里？我看一下大家这个点，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在游的时候鼻子老呛水，就是因为你在躺的过程中看的方向不对，和你控制脖子、控制咱中轴能力不行导致的。所以我们现在在的好朋友，你们想一想，你们大概是往哪里看的，然后给教练一个回应。我看一下，有往斜上，有往斜下。我们直播间在的朋友们，你们现在先看一下李教练。如果李教练往斜上看，你们看一眼，李教练是不是更容易把我的肩和胸打开？你看我往上看的时候，你看我是不是更容易把我的胸和我的肩膀打开？你看我整个人是不是更挺一点？是不是感觉更挺一点？李教练好像这个浮力也会比较好。那李教练如果不往上挺，我看平面，那你看我的浮力是不是有点往下走？好像有点往下走。我这还没往下看呢。如果往下看，所有在的朋友们，你看微微往下看，那你看我的浮力，你看我的身体就更。这个地方大家知道为什么看的角度不同，浮力不同吗？可能这个地方比较那个什么啊，就是太细了啊，就是可能没有教练能给大家讲到，所以我们好多姐哥其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这个地方有点太细节了。就是很多姐姐就是说怎么我会沉，因为咱们从侧面，你们想象我现在是躺在水里啊，姐哥，你们现在想我躺在水里。
你看我这个向上仰点头的动作，大家看，人在这种状态中，他是不是更容易做出挺胸、展开肩膀？人不沉其实是靠的胸腔腹腔血液里的氧，在这种打开的状态下，它的浮力就是好的。但是平着的过程中，一般人就不会做出什么挺胸、展肩的动作，就是相对正常的体态。微微收下巴的这个状态，甚至有的人都会有一点点含胸，有一点点耸肩。所以这个动作如果大家有了含胸和耸肩，它的浮力肯定是更差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人是这种状态，它的浮力，胸腔打开，头浮力是最好。所以大部分的姐姐哥哥其实在练飘的时候，都是我现在这种状态，就是有一点点向上看，脖子有一点点伸展，身体有打开，因为这样浮力好。但这样浮力好，所有姐哥不行。为什么你们在抬臂的时候容易呛鼻子？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这个状态中，李教练的鼻孔眼是冲上，发现了吗？李教练的鼻孔眼是冲上的。你们说教练我为什么老呛鼻子？因为你别管是大拇指出血、小拇指出血，它都会有一定的水撩起来。如果你是平面出血，那就撩死了，会撩失更多的水。所以你撩起来的水，你的鼻孔眼冲上，它是不是全接住了？特别容易呛鼻子，能明白吗？就是我们有一点点往上仰脖子和打开身体，浮力会感觉要好一点。但这个动作鼻孔眼是朝上，所以特别容易呛鼻子。能懂了吗？如果能懂，我教一下大家应该怎么做，不呛鼻子又能浮力好。那刚才我们直播间姐哥说怎么做能行？咱们直播间所有在的姐哥哥，你们要区分一下，你平时呛鼻子。刚才咱们说仰头容易呛鼻子，但是还有2种情况，大家要去注重。2种情况的练习方法不同，因为有一种情况是大家一抬臂，所有姐哥哥头就下沉。如果所有姐哥哥你们是一抬臂头下沉，那说明李教练刚才说的那个点是打腿太差，导致我们没有向前的力量，你的头沉了。但是如果所有姐姐哥哥你们是这样沉的，你们扣个1，头稳不住，感觉头呛水。如果是这样头下水了，它是左晃右晃的下水，那就不跟腿有关了。这个就是你中轴和你控制上身、控制头的能力太差，这个要练控制头的能力。如果大家是这样沉的，咱们扣1。我看一下，如果是刚才说的全部沉的，咱们练腿。来了，欢迎所有来了的好朋友啊！咱们来了的好朋友，新同学千万不要忘了点关注，因为我今天看新同学学习热情非常高。但是咱们新同学来了，咱千万不要忘了点上关注啊！教练送的红包你们也不要忘了去领啊！然后刚才有的姐哥说，李教练我就有你说这个头稳不住的感觉来了，一动哎这个头就晃了，一动就这个头晃了。那我们所有的姐姐哥哥，我今天教你们一招，让你们以后的中轴能稳定，让你们以后鼻子能不进水，让咱们所有姐哥以后游的过程中能游直。咱们所有现在领到福利了，优姐你真棒！所有现在在的姐姐哥哥，你们跟着我，咱们一起试一个动作。转体动作的时候，你先试试你的头能不能稳得住。如果这会儿大家发现稳不住，我们所有姐哥哥，咱们给教练扣个1。我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的情况。转体运动，因为有的同学头稳不住的时候，教练说你只要眼睛看一个点就行了。但是 no， 李教练今天要教你另一个管用的招，因为眼睛看一个点，其实你的身体在转动的时候，你的头也会跟着动。所以我们现在所有在的家人们，你们先在家里试一试，你的眼睛看一个点，你做转体运动。
你看看你的头会不会跟着转？如果会，咱们给教练回应一下会。因为并不是眼睛看一个点，你的头就能稳得住的，不是。你要按教练今天讲的一招练完了，你的头才能稳得住的。所以咱们现在再几个，你们先去试试，你的头这会儿会不会晃？如果会晃，你们给教练扣个会。眼睛看一个点无效，对不对？身体晃动，做转体依然头会晃，那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我们勇姐姐哦。今天我们家然后刚才我们家姐姐问什么叫顶脖子，李教练，顶脖子是个什么技术？咱们现在所有在的好朋友啊，你们在家里跟着李教练试一下，因为你们刚才说在水里游的时候，一是容易呛鼻子，二是头稳定不住。然后刚才我说你们眼睛看一个点的时候，你身体晃它也会晃，所以我们游泳的时候头老是稳不住，就容易呛鼻子。那我们直播间所有现在在的好朋友，榜师是我，谢谢哥哥。我们直播间几个所有的你们说头稳不住的，我现在教你们一招，一会儿你们学完了，你们头接着能控制得住。以后游泳的时候，你就按我今天教的这招，你去眼睛往斜下方看，脖子顶起来，你游的过程中就不会呛鼻子，头也能稳定。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你们现在先看教练做示范，这个顶脖子，你们看，把脖子感觉往后顶，把脖子感觉往后顶，感觉这个地方往后顶，往后来，往后来，往后来，就是感觉你的脖梗向后顶。我们直播间所有在的家人们，因为我们经常游仰泳的时候听过一句口诀叫微收下巴。很多同学试了微收下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同学的微收下巴是真的收了下巴，真的收了下巴，在水里游的过程中，我们的人会疼的。所以我们没有专门的把下巴回收，没有。我们的微收下巴是怎么来的？是我们整个人的身体拉伸站直，像站军姿一样的状态。我们的脖梗，我们的脖子向后顶出，我们的整个人像你教练现在这个状态，躺在水里。我们的脖子是自然而然的微收，不是刻意的低头。我不知道这里大家能不能理解？我们直播间现在所有在的家人们，你们现在看一下李教练躺在水里，这个微收的下巴是和站军姿一样，把脖子顶出去，这样躺在水里的。大家看一下这样的浮力就好。肩膀打开，整个人展开，脖子向后顶，脖梗。不是低头，也不是挺脖子我们所有姐哥，你看一下李教练，眼睛的视线大概看这里。我们所有的姐哥，这个状态中，你们再看我的鼻孔眼儿，是不是朝下？那我泼上来的水是不是就不容易进我鼻孔眼里了？能懂吗？直播间所有的姐哥能不能懂？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游的过程中，咱们都是仰脖子挺身体，所以老是鼻孔眼呛水，而且你这样仰了脖子，你们的手在游泳，头还容易跟着晃，所以游半天老是稳不住。我们在游的过程中，像李教练刚才那样，整个身体拉展伸直，和站军姿一样。脖梗挺出去，然后微微的感觉收下巴，是因为我们站的这个状态收的，而不是刻意收的。然后眼睛看的是斜下30度。我们直播间现在所有在的家人们，你们现在这样在家里试，找到这个角度和看的方向后，你现在再试转体运动。你看看这会儿你的头是不是感觉稳定很多？你的中轴是不是今儿就控制住了，今儿就稳住了？我们游仰泳的时候，就是你的中间头的部分和刚才咱们说的要挺得住，你转动的是身体。中
中间你稳不住，所有的朋友们，你的手一使劲就是这样。老呛鼻子，这会儿能不能等？所有的好朋友看斜下方，我们叫雪儿的小姐姐，你现在在家里，你试试我说的站军姿一样的，把脖子顶出去，你的眼睛看的角度差不多是这个角度。你在水里躺平的时候，也差不多看这个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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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明白吗？我看到我们秀山女姐姐给我扣了大拇哥，所有的家人们能明白了吗？这会儿懂了吗？鼻子老呛水，因为刚才说的，你但凡仰脖子，你鼻孔眼朝上，你来点水是不是全灌鼻子里了？懂了？那我们所有姐姐哥哥，我再教一下你们刚才说的手臂的节奏。咱们怎么能从原来的动作老是乱套，然后但是游的过程中能很好的控制？我们直播间今天在的家人们，我看你们刚才说李教练我的配合老是乱套，咱们所有今天来的姐姐和哥哥们啊，如果你们游仰泳有我现在说的这个情况，你们一定跟我一块练一练，就扣个有吧先，就是教练我练单臂我好像还行，教练我一个手做完了，教练我再做一个手，教练我好像还行，教练，但是我一练双臂就完了，教练两个胳膊开始你追我赶，你追我赶，哎我突然又找不着节奏了，就是感觉整个动作特别乱，特别容易呛。如果有这个情况，李教练给大家讲一下，咱们怎么练能解决这个问题啊？有敏儿姐姐也有。我们直播间今天所有在的家人们，如果你们有这个情况，你们给教练扣个有。我看有的朋友们多不多？然后我刚才看我们家姐姐，那刚才打字打的这个叫一前一后一上一下。我们今天所有在的好朋友，你们在家里跟着李教练，咱们一起试一试。我先讲一下原理和为什么要这样练。因为很多同学刚才说下水以后两个手和腿做动作容易乱套。我们直播间所有在的朋友们，那我们不想乱套，我们一定要注意手并不是都在下方发力，因为我们的手如果都在下方发力，那你抬起手臂来，你想往后滑的深和使上劲儿的话，你肯定有这样的发力。那你这个力发完了，你如果再做另外一个发力，能行吗？可以吧？我赶紧把这一边了，要有问题一定是老师。我们直播间现在所有在的好朋友啊，这个我怎么感觉那块儿要淹了，同学们，你看看它，没事是吧？那个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看我们的力量啊，这样的一个力，完了你要再这样，你看它就很容易，它这个力量有断点，不行。所以我们的力是这样开始，就是我们的力直接就是把一个手放在上面，一个手放在下面。我们所有在的姐哥，你们就直接这样开始。我们上方手不是注意手。我们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下方手上，上方的这只手是顺势往下落，往下走。我们今天所有在的小姐姐和小哥哥，刚才有同学问讲不讲踩水，咱今天一开播先讲的踩水。如果今天来晚的小姐姐小哥哥，你们没有听到踩水，咱们先点这里关。那我们直播间所有在姐哥，你们现在看一下李教练。我们刚才说注意重点放在下方，那所有姐哥你们现在看一下我的下方手，我们每次做的时候是下方手先做旋转，小拇指冲前后，我们做转体抬臂。当我们做出抬臂和转体动作时，上方手是顺势下落，然后我们停在这里。因为游泳的时候你的动作快了，就很容易动作乱套，就容易不受控制。所以我们蛙泳为什么有什么伸手低头，
蹬夹完以后飘2秒，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漂浮的过程中，你的动作又回归成原点，你在做的时候动作不容易乱套。我们仰泳也是这样，咱们一上一下，所有的姐姐哥哥，我们下方手为主动，先翻手，小拇指冲前，做出转体抬手臂，上方手顺势下落。然后我们的小拇指从下方转动，让小拇指冲前，我们的下方手上抬，我们的上方手顺势后落。我们直播间所有在的朋友们，小拇指转动，让小拇指冲前，我们身体做提转时抬手臂，上方手顺势后落。刚才很多同学说2只手的动作老是乱套，那大家现在在家里跟着我一起试试。我从慢到快，我说一下节奏，大家跟着我的口诀试上5个动作，大家看看这会儿有没有进步。如果有进步，咱们告诉教练有。我们所有的家人们，我慢点说，你们跟着我一起试试。咱们这里先点亮关注，把手机放下，我们跟着李教练一起体会一下。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下方手先旋转，让小拇指冲前，做出转动身体，抬下方手，上方手顺势落下来。下面的这只手，我们先做翻转，让小拇指冲前，我们做出抬手臂时转动身体，让上方手顺势落下来。下方的手翻转，让小拇指冲前，做出抬臂时转动身体，转体转手，上方手顺势落下来。所有在的姐姐哥哥，你们都顺着这个节奏，咱们试一试。下方手转手，我们做出上抬手的动作，我们转体，上方手顺势落下来。我们现在所有在的姐姐和哥哥，你们感受一下，2只手一前一后，一上一下，这样转起来，是不是你的动作不会乱套？如果大家发现，哎，我这会儿我的动作没有乱套了，这会儿感受很好，有进步的同学，咱们扣个油，我看一下。我们的风，姐哥哥，谢谢你们，我去游一圈，你们先看一下，刚才说手脚怎么配合。小张老师，你帮我拿下杆儿，我去游一下。我们所有在的朋友们，你们一起看一下教练游。你们说，哎，怎么教练我那个手脚老是配不到一起去，在水里飘不起来，站不稳的那个小姐姐，你这个站你只能在潜水去练啊，你不能游着游着上深水去练去了，啊！所有在的朋友们，你们现在看一下你的练，就是我们平时说，千万不能手都在下面加入手臂，因为你这样加入手臂，你很容易你的力量上去，很容易你的腿和手就乱跳了。所以我们的腿打起来，我们是一个手在上面，一个手在下面，这样。我们刚开始夹手的时候，我们数8次腿，就动1次手，动1次手也别着急，是停在那里。大家看，这样，1、2、3、4、6、7、8，1、2、3、4、5、6、7、8。我们保证腿不停，腿打起来的情况下，8次腿1次手。如果没问题了，改成6次腿1次手。如果6次腿1次手没问题了，改成4次腿1次手。再没问题了，就不用数腿的节奏了，就可以很好的手腿配合了。我们现在再数一下6次腿1次手，大家看啊，1、2、3、4、5、6，1、2、3、4、5、6。我们再看一下4次的啊，1、2、3、4。1、2、3、4，1、2、3、4。我们所有在的好朋友，咱们的练习都是从简单往难里练，能不能懂？月月姐姐估计得明天了，你们自己拍，我教一下大家怎么仰泳起来了。因为刚刚我们家姐说，我就是起不来，我躺下以后起不来，想起来，咱所有的好朋友，你们现在记一下。仰卧起坐，我们扣在公屏。我们起身的时候重心是比较分散的。如果我们所有姐姐哥哥，你们光靠卷腹，你想起来就是起不来，就起。你光靠卷腹，咱们所有的姐姐哥哥，你们就是起不来。啊，所以咱们所有姐姐哥哥，你们有点要像什么呀？我看我们家姐笑了，我们有点要像仰卧起坐一样的那个发力。
哟，知道没有？咱们直播间所有在的家人们啊，咱们现在看一下，想起来咱们怎么起？咱们是用腰腹的力量，然后我们先肚子往上起一下，再落下来。也就是说，我们直播间所有在的姐姐哥哥，你们看一下李教练是这样，看腰腹的劲儿往上起了，往下一坐。但是你这个坐，你不能接着就结束了，因为你这个时候重心还在中间。你要是如果接着放松了，你的人又躺回去了。你看，又躺回去了，又还是起不来。所以我们想从躺着到起来，所有的好朋友，咱们先记仰卧起坐，然后再记重心前移这4个字，我们扣在公屏。直播间顶多个重心前移啊。咱们起身，刚才说坐屁股那一瞬间，咱们千万不能放松，咱们的手要不停的去感觉去往脚那个方向够。大家看教练，这样感觉手去够脚丫子，因为手不停的往脚丫子那里够，我们的重心就会往前。我们所有的姐哥，你们从侧面看一下教练，我做一遍完整的动作，大家看一下。妈呀！所有现在直播间来的家人们，咱们现在看一下李教练，手去往前够啊，手去往前够，这样。看见了吗？重心就往前移了。我们直播间现在所有在的姐哥，这里听到现在，如果今天疗研的课对大家来说有帮助，咱们扣个有。我再做一下，大家再看一下啊，屁股往下坐，然后我们重心前移。看懂了吗？等你的腿都落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踩地。很有收获吗？今天李教练的课，我们直播间的姐哥有没有收获？飘不起来的那个好朋友啊，咱们千万不要忘了，咱们刚开始练，咱们带个袖飘去练啊。那个怎么抱水的安然姐姐今天不能讲，那个手机快没电了，妈呀，我这会儿一堆充电宝在这充着电，手机都提醒要关机了。虫姐姐有收获。我们今天所有的好朋友，谢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咱们。